你明明是个连衣服都洗得发白的穷酸劳改犯，可国内能量顶级的藏宝阁大小姐却拼命下令护着你，甚至连高傲美艳的顶流女星都哭着喊着要做你的舔狗。然而面对这些绝色美人的倒贴，你的态度只有一个字：滚！在场所有财阀老总都满脸狐疑，指着你的鼻子怒骂你是个刚出狱的臭垃圾。要知道藏宝阁的能量绝不逊色于国内7大家族，藏宝阁大小姐为什么要护着她？黄如龙更是直接嘲讽，是不是白丽拜金看上你了？段来明顶着猪头脸指着你大喊，这小子就是个刚出狱的臭垃圾，怎么可能认识大小姐？一时间所有人都怀疑的看向白丽，白丽气得满脸通红，狠狠瞪着你，当即怒吼出声，哪怕天底下只剩你一个人，我宁愿自杀也看不上你。紧接着他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变得无比阴冷，各位别乱说，小姐只是说留他一条性命，并没说别的。这话一出，暗示意味十足，众人瞬间恍然大悟，不能弄死，可是能废了，更能让你生不如死。这下段延峰不再耽搁，他背着手下令所有人一起上留口气就行。段来明举起砍刀，带着上百名手持武器的壮汉直奔你冲杀而来。见此情景，站在你身后的老总们齐刷刷倒吸一口凉气，他们赶紧躲到一旁，众人幸灾乐祸。白丽也躲在一旁轻蔑冷笑。然而你站在原地根本没动，对付这些臭鱼烂虾，双腿挪动，半步都算你输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嗖的一声，一道黑影凌空跃起，葛山直直挡在段来明等人面前，他面无表情地宣告：他是我的，你们不许动。段来明目眦欲裂，真正动手打他的就是葛山，可是无为宗师在场，他不敢造次。段延峰沉吟片刻，双手抱拳，他竟然当场开价3000万，只求无为宗师让他儿子先打断你一条腿。谁知黄如龙冷冷拒绝，无为宗师更是冷笑连连，我不缺钱，今日谁敢辱我弟子，我定不轻饶。接着他一声令下，葛山废了他。葛山恭敬弯腰转过身，死死盯着你。正当此时，竹叶青忽然开口，陆青州把夜明珠给我，今晚我保你平安离开。全场气氛陡然诡异，又杠上了。黄如龙怒喝一声，无为宗师身影一闪，直奔你冲来抢夺夜明珠。与此同时，雷霆宗师猛然冲出，两位宗师半路相遇，双拳悍然碰撞，砰的一声爆裂之音骤响，众人大惊失色，纷纷惊叹宗师之威。段延峰和段来明吓得转头就跑。无为宗师为了拖住雷霆，厉声大喝：葛山拿夜明珠！下一秒，葛山迅速看向你，毫不客气地伸手要东西。你极其无语，不由得自言自语：明明告诉过他们可以一起上的，怎么自己先打起来了？你挑了挑眉，淡淡反问：如果我不拿呢？葛山冷哼一声，满脸不屑，他仗着师傅撑腰，残忍地讥笑出声：不拿呢，我就打断你的四肢，当着你的面喂狗。万万没想到你居然笑了，我喜欢那就这样做了。话音未落，你身形爆闪，速度快到只在眨眼间，你就栖身到了葛山面前。紧接着咔咔咔咔4声脆响，葛山瞬间瘫倒在地，四肢尽断。你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缓缓转头看向白丽，有狗没戒一下。这一切太快，仅仅在电光石火之间，根本没有任何人反应过来。下一秒，躺在地上的葛山发出撕心裂肺惨叫：我的手，我的腿，师傅师傅！谁也没想到你不仅敢反抗，甚至还当众废了葛山。刹那间，段延峰、王总等人吓得汗毛倒竖。若是你用这种手段对付他们，岂不是也得变成废人？竹叶青眉头微皱，黄有龙手中扇子越摇越快。偏偏就在这时，无为宗师听到惨叫，猛然转头，看到躺在地上的关门弟子，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徒弟四肢尽断，这可是硬生生断了他的传承。小小蝼蚁竟然敢在我面前废我徒儿，你可知道后果？轰的一声，无为宗师身上气势陡然爆发，一股无形气浪以他为中心，猛然向四周炸开，压得在场所有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。这下无为宗师是真的暴怒发飙，然而你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老王八竟然敢在我面前乱叫你，先等会儿。紧接着你转头看向脸色煞白的白丽，你向来喜欢把一件事做完再做下一件，问你话呢，有没有狗借一下？无耻白丽吓得浑身发抖，拼命向后退去，他生怕无为宗师动怒时牵连到自己。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那可是无为宗师的弟子，你怎么敢碰他？所有人都认定你今天绝对是破罐子破摔，结果你古井无波的回了一句为什么不敢？你微微一顿嘴角，勾起一抹讥讽。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你怎么也喜欢跪舔？好像是狗白丽气得全身乱颤，找死无为宗师终于憋不住心中怒火，他杀气腾腾一步步朝你逼近。更恐怖的是，他每踏出一步，柏油路面竟然深深凹陷出脚印。我无为出道50年，还从未有人敢如此轻视，今日哪怕是天王老子护你，我也要把你扒皮抽筋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哒哒哒，他越走越快，段延峰满脸阴沉，直言无为宗师怒不可遏。王总满脸兴奋，狂呼你的死期马上降临。万众瞩目之下，你依然云淡风轻，只是微微有些诧异，行走千斤坠，这本是坚如磐石的定身功法，他竟然能走着施展。无为宗师满脸狰狞，还有几分眼力，我用这招就是要让你眼睁睁看着死亡降临。话音刚落，他已经冲到你身前，迅速抬手举在半空，又如闪电般急速劈下，半空中手掌瞬间化作利爪，直奔你的肩膀。他要用五指刺入你的皮肉，硬生生抽出你的筋。雷霆宗师倒吸一口凉气，直呼这一招根本防不住，眼看锋利骨爪就要落下，谁知你只是一抬手，竟然轻描淡写的扣住了他的手腕。恩宗师、无为宗师满眼惊骇，全场更是倒吸一口凉气，根本不敢相信你居然也是宗师。是宗师又能如何？千斤坠，鹰爪落。无为宗师疯狂怒吼，手上力量陡然暴增，他要用绝对的力量生生扯出你全身筋骨。众人眼看着他的手臂压着你的手，一点点逼近你的肩膀，周围瞬间爆发出阵阵冷嘲热讽，都觉得你今天必定惨死当场。眼看那锋利的指尖就要刺破你的皮肤，然而却忽然死死停住，再也无法前进半寸。你冷冷看着他，我这个人呢，喜欢以其人之
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不过扒皮抽筋，太血腥也埋汰，就把你手指一根根掰掉吧。话音落下，你竟然极其随意地抬起另一只手，直接握住无为宗师的手指，咔的一声脆响，一根手指瞬间折断。什么全场大骇，在那种极限绝力下，你竟然还能腾出手来反击，咔咔咔咔，紧接着连爆4声闷响，无为宗师的手指竟然被你硬生生全部掰断。十指连心无为宗师却硬是扛着一声没吭，给我死！他彻底陷入暴怒癫狂，连断指的剧痛都顾不上，迅速抡起另一只手，化掌为肘，朝着你的脑袋疯狂砸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你左腿急速向后一撤，身形猛然一闪，借着他砸过来的猛烈力道，你犹如鬼魅般瞬间绕到他的身后。无为宗师心中猛地咯噔一下，彻底慌乱，战斗中把后背暴露给敌人，这简直就等于被直接判了死刑。谁知无为宗师半路竟然收住肘击，他猛地金鸡独立，身体极其诡异向后一仰，紧接着左脚竟如毒蛇般从头顶窜出，直奔你的面门，还真有2把刷子。你冷笑一声，可下一秒你画风猛转，但也仅限于此。若是在监狱里，你给我刷厕所都排不上号，没意思，不玩了。话音刚落，你双手如闪电般探出，死死钳住无为宗师的脚踝，你双臂猛然发力，竟将他整个人凌空举起，眨眼间你就如同抡破扫把一般，拽着他狠狠砸向地面。无为宗师满眼绝望，他拼命想挣扎，却发现身体彻底失去控制。少侠饶命！他惊恐惨叫，然而一切都晚了。砰的一声，你将他硬生生拍在地上，一声沉闷巨响，无为宗师狂喷鲜血，瘫倒在地，疯狂抽搐。刹那间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目瞪口呆。这可是江山省排名第6的顶尖高手无为宗师，去年更是跨省击败了强敌，屹立武道巅峰，怎么可能败得如此凄惨？这绝对不可能，他肯定用了阴招。段来明急得直跳脚，周围人更是信仰崩塌，满脸惊恐。黄如龙扇子将在半空中，叶青面容彻底紧绷，雷霆宗师眉头更是拧成死结。偏偏就在这时，你随意拍拍手，仿佛只是掸去一丝灰尘，早就让你们一起上，非得一个人来找死。现在信了？你语气有些不耐烦，快点吧，我赶时间。众人吓得狂倒吸凉气，王总等人双腿发软，险些当场尿失禁。此时竹叶青冷冷看向黄如龙，小皇帝，你的人被废了还不表态？要是就这么算了，你以后干脆叫窝囊废吧。他根本摸不透你的实力，索性激将黄如龙去试探。唰的一声，全场目光齐刷刷刺向黄如龙，他猛地合上折扇面，录音狠，不用你教我做事。紧接着他高昂着头颅，居高临下的看向你，你可知我在江山省代表着什么？现在给你个天大机会，既然你能打赢无为，就有资格当我的狗，保你今天不死。听到这话，你直接被气笑了，这家伙怕不是个智障，你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转头扫视全场，你们到底打不打？放肆！黄如龙面目狰狞，死死盯着你，我问你做不做我的小弟？谁知一旁的白丽竟然跳了出来，他涨红着脸指责你，这可是小皇帝赏你的机会，你离开青小姐急需靠山，能当小皇帝的狗是你的荣幸。你转过头，满脸诧异的看着他，你怎么在当狗的路上越走越远，上瘾了？白丽气得心头狂跳，直骂你不识好歹，你直接收回目光，跟这种脑残女人较劲，纯属浪费时间，敢无视我找死！黄如龙气急反笑，上前一步狂吼，我宣布对你下达江湖最高级别的追杀令，不死不休，追杀你到天涯海角！全场疯狂倒吸凉气，一旦下了追杀令，就意味着永世不得安宁。众人纷纷满脸戏谑，看你这下还怎么狂？然而你却像看白痴一样摇了摇头，你好像条傻狗，你就没想过一个致命的问题？黄如龙一愣，什么问题？你眼神骤然冰冷，抬腿直逼他面门，我现在就能宰了你！你实在想不通这些傻缺的脑回路，在监狱里放狠话的都是待宰羔羊，真动手从来不废话。这下众人集体下瘫，你竟然敢对7大家族背景的小皇帝动杀心！黄如龙更是吓得浑身哆嗦，没了一代宗师保护他，半点还手之力都没有。生死关头，他猛地扭头向竹叶青求救，快杀了他叶明珠！闺女，我黄家再欠你个人情。竹叶青双眼微眯成胶，下一秒雷霆宗师化作一道残影，瞬间挡在黄如龙身前。他死死盯着你，眼神极其阴统。别以为靠着无为轻敌，侥幸赢了一招就能天下无敌。我雷霆要杀你，绝不留半点活路。众人立刻给自己找补起来。原来无为宗师是轻敌，没错，雷霆宗师马上就要出手了。他们仿佛在黑暗中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你却极其不耐烦地勾了勾手指，那就快点动手，你不说话能憋死吗？黄如龙气得暴跳如雷。竹叶青则冷着脸微微点头，雷霆宗师眼角猛烈抽搐，既然你迫不及待找死，今天就让你见识宗师之威。话音刚落，他脚踩八卦步悍然逼近，双腿交错间甚至带起阵阵凌厉的风声，紧接着一记凶悍无比的铁山靠直袭你的胸膛，你眼前猛地一亮，硬派功法有点意思。谁知下一秒你竟直接挥出沙包大的拳头，硬生生迎向他的铁山肩头。围观者集体看傻了眼，他疯了吧，竟敢用肉拳硬汉铁山靠？雷霆宗师可是能靠断70公分粗的柏树，简直不知死活。雷霆宗师心头更是狂喜，在他看来连排名前4的高手都不敢硬接这招，你纯属自寻死路。砰的一声，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平地炸起，犹如2块巨石轰然相撞。雷霆宗师一步未退，你同样纹丝不动。正当所有人呆若木鸡时，咔嚓一声，骨裂声突兀响起，断了手臂断了，我就说地府汉术不自量力。然而人群的嘲讽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，因为剧烈颤抖的居然是雷霆宗师的手臂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雷霆宗师惊恐万状地看着自己的肩膀，他拼命想要发力，却发现浑身犹如泄了气的皮球。一旁的竹叶青彻底愣在原地，他比谁都
都清楚雷霆的恐怖防御力，连汽车撞上去都得报废，偏偏被你一拳废了。你略显失望的摇了摇头，比监狱里那些家伙差远了。紧接着你眼神陡然凌厉，也罢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铁山靠。话音未落，你猛地上前一步，身体犹如猎豹般急速抖动，肩膀裹挟着残影直逼雷霆宗师的胸膛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雷霆宗师瞬间冷汗湿透，全身方寸铁山靠，他一眼认出这招至高境界。此刻他终于明白无畏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，他满眼惊恐，拼命后退，可终究还是慢了半拍。砰的一声沉闷巨响，雷霆宗师犹如被高速列车迎面撞击，身体彻底失控，向后疯狂倒飞，足足飞出5米远，又在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泥沟，才勉强停住。全场疯狂倒吸凉气，江山省2大顶尖高手竟被你一人轻松横扫。人群中的白丽只觉浑身发热，眼神彻底迷离。此时你迈开无情的脚步，缓缓逼近。我不喜欢杀人，但喜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所以废你4肢。雷霆宗师吓得快要窒息。陆宗师，我服了，我认输，求求您高抬贵手留我4肢。一旦被废，他20年武道修为将彻底归零。你脚步没有任何停顿，语气极其平淡。如果败的是我，求饶有用吗？雷霆宗师顿时哑口无言，他刚想挣扎起身，猛地狂喷一口鲜血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他转头发出凄厉惨叫：竹叶青救我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竹叶青死死盯着你，厉声怒喝：站住！紧接着他猛地抬起手臂，一把黑洞洞的手枪赫然死死指着你的眉心。我承认低估了你，他声音冷得像冰，可你身手再快，能快得过枪吗？现在只要我扣动扳机，你必死无疑。刚刚还吓尿的段延峰瞬间猖狂大笑：竹叶青威武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靠拳脚？赶紧跪下求饶吧！段来明也跟着疯狂叫嚣，所有人都认定大局已定，毕竟血肉之躯不可能扛得住子弹。偏偏就在这时，你非但没有半分惊恐，反而微微歪头。我这个人从不打女人，但威胁我性命的除外。你直勾勾盯着那黑洞洞的枪口，说说看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竹叶青持枪的手纹丝不动，眼神麻木至极。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臣服于我，保你荣华富贵；第二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路，永绝后患。话音刚落，你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。明白了。下一秒，你竟然迎着致命的枪口，一步步朝他逼近。竹叶青的眉头死死拧在一起，你不怕死？不知为何，眼前这个男人竟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压迫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跟着你的脚步在疯狂压缩。你面无表情，语气毫无波澜。开枪！竹叶青握枪的手指微微收紧，你再敢走一步，我必杀你。然而你毫不犹豫地迈出脚步，眼神冷得可怕。开枪！抗的一声枪响，刺耳的声浪瞬间撕裂黑夜，在场所有人吓得浑身一哆嗦。可紧接着发生的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。只见你身形猛然一闪，下一秒竟直接如鬼魅般出现在竹叶青面前，浑身上下毫发无伤。这怎么会这样？竹叶青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你，这一刻他终于怕了，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发自骨髓的恐惧。周围的围观者早已呆若木鸡，连呼吸都忘。你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，我也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臣服；第二，永远消失。竹叶青吓得脸色煞白，冷汗如雨般砸落地面。你稍稍停顿，眼神玩味，看在刚才让你开枪的份上，我本该让你也走几步，不过为了防你逃跑，换个规矩。话音刚落，啪的一声，你抬起手在竹叶青冰冷的脸颊上轻轻拍了拍，竹叶青娇躯猛地一颤，不远处的白丽也跟着双腿发软，死死咬住嘴唇。全场众人如遭雷击，这可是堂堂江山省地下女王，那个毒死18位堂主的狠辣女人，如今竟然被人当众拍脸。啪！你反手又是一下，竹叶青嘴唇哆嗦着，不敢出声。啪！他刚想开口，啪的一声，你根本不给他机会，接连拍下，全场惊愕到近乎窒息。白丽更是连站都站不稳，身体剧烈颤抖。啪！你缓缓收回手，这是最后一下。竹叶青死死咬紧牙关，双膝猛地一弯，扑通一声，他重重跪倒在地，仰起头，满脸惨白。我臣服，从今往后，我为陆先生马首是瞻。面对一个能肉身多子弹抬手废宗师的怪物，他彻底丧失了所有反抗的勇气，全场彻底石化。谁能想到会是这种结局？2大宗师被废，地下女王下跪求饶，这哪里是丧家之犬，分明是尊杀神。你却冷冷收回目光，没兴趣，我要的只是个态度。紧接着你豁然转身，直接朝着黄如龙逼近。走出2步后，你没有察觉到背后有抬枪的动作，这才彻底打消了废掉竹叶青的念头。算这个女人聪明，若是她敢在背后举枪，后半生必将永远瘫痪在床。你要干什么？黄如龙吓得狂打摆子，万万没想到你这家伙能猛到这种离谱的地步。你勾起嘴角，满眼戏谑。你猜，此时此刻所有人脑海里只剩2个念头，要么你背后有通天背景，要么你彻底疯了，要破罐子破摔。黄如龙眼看着你越来越近，冷汗瞬间湿透全身，他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，想要求救，可所有人都拼命躲避视线，谁敢招惹你这个活阎王？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能咬牙警告陆青州做事留一线，今天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不仅皇家会无休止追杀你，连国内7大家族的陆家也不会放过你，你最好掂量掂量后果。一旁的白丽娇躯乱颤，强压着内心的躁动，出声劝阻：陆青州，你已经赢了，快走吧，别再惹火烧身，你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做事留一线，你向来只喜欢斩草除根。正当你准备动手之际，等等！黄如龙突然发出一声震天大吼，让我说完最后3句话：第一，我这个人最识时务；第二，我不怕倒霉，就怕没人陪我倒霉；第三，我深知人外有人，我爸从小就教我要以德服人。话音未落，他猛地踏前一步，手中折扇唰的合拢，随后双膝一弯，直挺挺地跪在你面前。陆青州，我服了，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！在场众人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这可是江山省横着走的小皇帝啊，竟然怂得如此丝滑。你顿时有些错愕，本以为这小子大义凛然是要拼命，
没曾想还真是急气实实。你摸了摸下巴，决定放他一马，倒不是怕了什么家族追杀，只是纯粹嫌麻烦。有这功夫回去和顾倾城谈情说爱故乡吗？随后你缓缓转头，冰冷的目光径直锁定了段来明和段延峰父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段来明吓得面无人色，只能硬着头皮壮胆。姓陆的你少来这套，双拳难敌四脚。你回头看看我身后有多少兄弟，此刻只有身后那100多号打手能给他一丝安全感。你就算再能打，还能打赢100多号人不成？偏偏他话音刚落，哗啦啦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那100多名打手竟同时转身跑得漫天尘土飞扬。段老板这活干不了，对方可是宗师，我们还想活命？宗师不可辱，兄弟们扯呼。段来明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身后，裤裆瞬间湿了一大片。段延峰见势不妙，狠咬着牙快步上前：陆先生，今日全怪我骄子无方，我愿双手奉上3000万，只求平息您的怒火。他心里早已把儿子祖宗18代骂了个遍，惹谁不好，偏要惹这个连宗师都当垃圾踩的怪物。你懒得跟这种货色动手。忽然你脑海中闪过一个名字，陆德才在哪儿？这老小子上次在天海居然侥幸逃了。段延峰先是一愣，赶忙恭敬低头回：陆先生，陆顾问正在公司休息，您找他有何吩咐？你语气极其随意，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明天把他五花大绑，直接送到天海，交给王守义处置，明白没？王守义既然忠心耿耿，跪了那么多次，必须得赏。交代完毕，你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。等等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，白丽面色潮红，扭动着丰满的身躯，娇羞地追了上来。他凑到你身边，声音轻得像蚊子：陆先生夜色深了，不如留在藏宝阁歇息。他悄悄抬眼，眼神拉丝：我可以配合，甚至做你的舔狗也行。直到此刻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你之前的嚣张根本不是哗众取宠，而是真正的实力碾压。这种顶级大腿，他哪怕倒贴也要死死抱住。你停下脚步，冷冷瞥了他一眼，呵呵，没有半句多余的废话。你加快脚步，头也不回地融入了深邃的黑夜，只给所有人留下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。很快，人群满心震撼地散去，白丽失魂落魄地回到藏宝阁，她的肠子都快悔青了。若是刚才对你稍微好一点，今夜说不定就能发生点什么不可描述的故事。毕竟你可是连废2位宗师的绝顶高手，只要能攀上你，绝对有着天大的好处。正满心懊恼着，他快步走进后院，一眼便瞥见南宫柔正静静坐在庭院中赏月，清冷的月光洒在那白皙的肌肤上。这一刻，她简直就像画里走出的绝美仙子。听到脚步声，南宫柔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。门外的事儿都结束了。从小在这藏宝阁长大，杀人夺宝的戏码他见得太多，虽觉不妥，却也无力阻拦。白丽赶忙收起心思，深深弯下腰，回小姐结束了。陆清舟已经离开，其他人也全散了。南宫柔微微颔首。就在这时，站在轮椅后的张妈面色猛地一沉，那个姓陆的呢？连句谢谢都不知道说，他这辈子最见不得你这种忘恩负义之徒。白丽满脸尴尬，冷汗直冒。没有，不过他是靠自己的本事把麻烦解决的。听到这话，南宫柔明显愣了一下。他虽不认识竹叶青那帮人，但也清楚今晚门外堵着的绝非等闲之辈。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怎么可能全身而退？张妈更是毫不客气的冷哼出声：白丽，你不过是个地级市的小主事，敢拿这种瞎话欺瞒小姐，后果你担得起吗？门外可足足守着2位武道宗师，他拿什么解决？这根本就不切实际。偏偏下一秒，白丽吓得双腿发软，声音直打颤。那2位宗师已经被陆先生彻底废了。话音刚落，南宫柔清冷的脸上瞬间爬满错愕，张妈更是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。那小皇帝黄如龙呢？白丽咽了口唾沫，跪下认错了。张妈倒吸一口凉气，声音陡然拔高：那竹叶青呢？她可是江山省的地下女皇。白丽死死低着头，声音都在发抖，也跪了，不仅认错，还当场发誓臣服。陆先生仅凭一己之力把他们全部镇压了。这个骇人的真相如同巨锤般狠狠砸在2人心头，这怎么可能？可白丽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绝不敢拿这种事儿撒谎。南宫柔神色彻底凝重起来，她眼波流转，忍不住侧头低语：张妈，你说他会不会就是那个人？张妈眉头紧锁，死死盘算着刚才的细节。片刻后，她极其笃定地摇了摇头：绝不可能。宗师在一省一市确实能呼风唤雨，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只有地京。紧接着，她眼中闪过一丝极其自负的傲慢。更何况我刚才暗中观察过这小子的实力，他比我还要差上一截。我要是真想动你，不出3招就能将你彻底拿下。他绝对不可能是那位存在。听完这番分析，南宫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眼底再次浮现出那抹化不开的忧伤。推我回去吧，明天启程去江海省龙城，那场玄学大会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离开藏宝阁，你径直杀回了天海市，外界都以为你被顾倾城扫地出门，狼狈奔逃。可谁能想到，你转身就踏进了奢华无比的天海大酒店。毕竟这整栋楼都是你个人出资买下的产业。为了避免打扰失意的顾倾城，你开了一间足有200多平的总统套房，躺在7平米的纯金浴缸里。你撇了撇嘴，城里人菜是菜了点，倒是挺会享受。可水波荡漾间，你却忍不住叹息，这金池子再大，也比不上山里几千平的大瀑布畅快。死老头子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一点动静都没。下山整整3年，杳无音信。就在这时，扔在一旁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。你轻飘飘接起：我是冯百年，你目前在哪儿？电话那头声音中气十足。你眉头一挑，立刻想起这位省城长官140地块重点开发的消息，当初就是他放出来的。找我什么事？你毫不客气地反问。对面明显皱了皱眉，毕竟多年没人敢这么跟他讲话。明天我去探望青小姐，希望你能赶回来把事情交代清楚。原来他暗中查了半天顾倾城遇刺的事，却一无所获，如今只能找你来当面对。怎么想追究我的责任？你嘴角勾起一抹讥笑。见识过古清明的忘恩负义，你对这位省手也没什么好脸色。陆清舟，冯百年语气微怒重重开口：少拿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对我，若是你干的，我绝不轻饶。若不是你，我亲
亲自替你洗刷冤屈。听到这话，你反倒笑了。如果真能实事求是见一面又何妨？好啊，我就在天海大酒店随时恭候。挂断电话，远在省城的冯百年直接愣住。传闻中畏罪潜逃的犯人竟然大摇大摆回了案发地。第二天一早，为了看看这省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你索性留在酒店餐厅吃早餐。谁知你前脚刚迈进大门，整个餐厅的气氛瞬间凝固。陆清舟他不要命了，居然还敢回天海。徐宝石公子可是放过狠话，只要他敢露面，必将他碎尸万段。周围人窃窃私语，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。在他们眼里，你刺杀顾倾城失败，早成了过街老鼠。然而你压根没把这些蝼蚁放在眼里，随随便便找个空位坐下。紧接着，麻烦主动找上门来。一个穿运动装的青年带着个网红脸女孩大摇大摆走近，走到你身边时，他手腕猛地一松，当啷，餐盘砸在你脚边，四分五裂，饭菜溅落满地。青年皮笑肉不笑的挑衅：“陆先生手滑了。不过你若是想吃，我可以让你趴在地上，像狗一样舔干净。”呵呵，身后的网红脸激动的浑身直颤，学狗好啊好啊，张公子快让他狗舔饭。这边的动静顿时让全场沸腾，有人认出了青年的身份，正是这天海大酒店以前的少东家张猛。所有人立刻放下筷子，等着看这出落井下石的好戏。你想踩我？你连眼皮都没抬，古井无波的问道。老子就是要踩你！张猛居高临下，满脸鄙夷。以前你有青小姐照着躲我酒店，我忍了，可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他指着地上的残羹冷炙饿，狠狠地下达最后通牒，立刻像狗一样吃掉，否则我让你爬出这家酒店。那网红脸更是傲然挺胸，在一旁疯狂叫嚣：“赶紧舔舔，慢了要你好看！”唰，你猛地抬眼，一道冰冷刺骨的目光直射过去，网红脸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就像被远古猛兽死死盯住，吓得他赶紧闭嘴，缩到张猛身后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你慢条斯理的向椅背上一靠，发出一声冷笑：“好，那我也给你们两条路，第一，像狗一样把地上的饭菜舔干净；第二，像狗一样爬出去。”话音刚落，四周哄堂大笑，在众人眼里，你一个失去靠山的废物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张猛更是冷哼一声，狂妄讥笑：“陆清舟，我真佩服你，这不知死活的智商！我今天什么都不选，你能拿我怎样？不仅要你学狗吃，你还要把天海酒店以1个亿的低价卖给我还债。”面对这种跳梁小丑，你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目光直接越过他，看向餐厅门口，叫保安上来。看着他把这盘饭菜一口不落的吃下去，你本想直接解决张猛这种跳梁小丑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果，然而足足等了1分钟，餐厅门口静如死水，不仅连个保安的影子都没有，就连服务员都背过身去装聋作哑。噗！周围人顿时笑喷出声。保安呢？怎么还不来？不会是根本不听他的吧？他还以为自己是青小姐的合伙人呢，殊不知现在就是个没背景的小瘪三。此时此刻，所有人看向你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你眉头微皱，忍不住低声自语：“其他产业是青氏名下，可这天海酒店是我自己出资买的，他们竟然敢不听话！”保安呢？张猛居高临下，阴阳怪气的盯着你。陆先生，我等的花都快谢了，他们不会是去拿武器了吧？我好怕怕啊！哈哈哈！周围的嘲笑声瞬间掀起高潮，那网红脸更是翻了个白眼，满脸讥讽：“丑人多作怪！姓陆的识相点，就像狗一样把地上的饭菜舔干净，再把酒店卖给张公子，否则后果你根本承受不起。”你慢条斯理的拿起热毛巾轻轻擦拭双手。你以为没有保安，我就不能让你跪着爬出去？张猛满脸鄙夷，嚣张到了极点。吓唬？难道你还要亲自动手？来来来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他猖狂的指着自己的左脸。今天我要是叫出声以后见面，我叫你爸爸，但是你敢碰我吗？网红脸傲然挺胸附和：“你敢吗？借你10个胆子！”周围顾客脸上的戏谑越来越浓。以前你有青小姐护着，现在你毫无背景，哪怕骂人一句都得进去蹲着，这就是现实。你身子向后一靠，眼神逐渐冰冷。记住你说的话，叫出声以后叫我爸爸。张猛眯起眼睛挑衅：“对我说的，有种你打我一下试试。”试试就试试，5个字刚从你嘴里吐出。与此同时，你猛地出脚，精准无比的踢中张猛小腿。张猛猝不及防，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，面部直挺挺的砸向满地狼藉的残羹冷炙。没等他挣扎着爬起，你迅速抬脚，死死踩在他的脑袋上，将其牢牢定在地面。而整个过程，你甚至连身子都没有站起。被踩住脑袋的张猛拼命扭动，四肢在地上剧烈扑腾，活脱脱像只被人死死按住龟壳的老王八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谁也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敢当众动手。难道你疯了吗？以张猛的人脉，只要报官，你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竟敢动张公子，快点放开！网红脸吓得花容失色，浑身发抖。聒噪！你眼神一凛，迅速抬起另一只脚，如法炮制。砰的一声，网红脸也被你重重踹翻，一脚踩在脑袋上，姿势与张猛如出一辙。地上瞬间多出第2只老王，你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。我这人最烦浪费粮食，现在把地上的饭菜吃完，舔得够干净，今天的事就算了。说完，你脚下微微发力，像踩着2个皮球般轻轻碾动，特意给他们留出一丝喘息的空间。这话一出，周围人狂吸一口凉气。要知道，掉在地上的不仅是脏饭菜，里面还混杂着无数锋利的碎瓷片，一旦吃进肚子里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陆清舟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张猛勃然大怒，五官因屈辱和愤怒彻底扭曲，他疯狂嘶吼：“立刻放开我，否则我让你一辈子活在梦魇里！”你连回应的兴致都没有，脚尖继续无情地碾压他的脑袋。张公子绝对不会放过你！网红脸还在疯狂叫嚣，你面无表情将他的脸也狠狠摩擦进地面的残渣中。既然他们嘴硬，那就多玩一会儿，反正疼的又不是你。周围顾客看得心惊肉跳。
跳，暗道你简直是破罐子破摔，连明天的太阳都不想看了。就在这时，啪啪啪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极具节奏的拍手声，众人齐刷刷回头，所有人犹如嗅到肉味的恶犬，疯狂围拢过去，大献殷勤。徐公子，徐公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来人正是徐宝石，顶着青小姐合伙人的名头，他现在是天海市当之无愧的第一人，徐家更是只手遮天的第一大家族。徐宝石看都没看那群舔狗一眼，目光如毒蛇般死死盯着你，一步步逼近。姓陆的没想到你真有几分不怕死的胆气，居然还敢回天海。他残忍的冷笑，你知道自己会怎么死吗？听到主子发话，周围顾客瞬间化身狂热的疯狗。姓陆的徐公子问你话呢，还不滚起来？谁给你的狗胆敢继续坐着？看着这群人的丑恶嘴脸，你心中忽然生出一丝明悟，果然见的人越多就越觉得狗好，因为狗永远是狗，而有些人根本连狗都不如。你连眼皮都没抬，淡淡反问，还真没想过，你说来听听。徐宝石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，比起直接弄死你，我更喜欢慢慢折磨，这第一步就是剥夺你的所有。说完，他猛地打了个响指，人群中连滚带爬冲出一个人影，卑躬屈膝地凑到徐宝石身边。徐公子，你有何吩咐？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天海酒店的总经理李伟民。徐宝石指着你似笑非笑地问道，我面前坐的这东西是谁啊？李伟民假模假样地瞥了你一眼，随后他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满脸谄媚，回徐公子，我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，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野狗瘪三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立刻让保安把他轰出大门，更甚至我还要在门口立个牌子，写上他的名字与狗禁止入内。话音刚落，周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嘲笑声，刺耳至极。你居然要在自己买下的酒店里被自己的员工当成狗一样轰出去？你的脸色瞬间冷若冰霜，你目光如刀，死死盯住李伟民。你知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板？李伟民猛地挺直腰板，理直气壮地大吼出声，我的老板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徐公子，至于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我根本不认识。不过我劝你一句。他满脸阴毒地盯着你，时至今日徐公子就是天海的天，你最好别作死，否则你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李伟民眼里满是浓浓的鄙夷，不仅仅是他周围所有人，竟然全都站在徐宝石那边，像看笑话一样盯着你。你当场就被气笑了，认为我失事什么阿猫阿狗都想上来踩一脚。李伟民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滚出酒店！哈哈，李伟民却仰头大笑，满脸玩味。他紧接着开口嘲讽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玩意？我现在可是徐公子名下酒店的总经理，去留由徐公子决定。说完，他转身对着徐宝石深深鞠躬，极其恭敬。你强忍着怒火，冷冷出声，这是我的酒店。错！徐宝石立刻出声打断，他满脸傲然地盯着你，以前是你的，现在就是我的，原因很简单，我看上了。紧接着他抛出一个极具侮辱性的要求，这家酒店我看上了，1块钱卖给我。1块钱？全场瞬间愣住。要知道这酒店起码价值15个亿以上，1块钱与明抢有什么区别？然而周围人为了巴结徐宝石，纷纷劝你认命，阴阳怪气地嘲讽你没有资格斗，你根本不理会这些杂音，直接松开脚，缓缓站起身。你刚才说的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你冷淡发问。哗啦啦，你这一起身，吓得所有人齐刷刷往后退。谁知徐宝石不但不慌，反而发出一声冷笑，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就来针对你？下一秒他抬手打了个响指，紧接着门外传来密集的脚步声，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快步涌入，带队的竟然是天海市商业署的王署长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位商界土皇帝居然亲自出面。王署长一进门就冷冷盯着你，接到实名举报天海酒店存在重大商业问题，从现在开始立刻停业整顿。你微微眯起眼质问缘由，李伟民立刻跳出来，兴奋地晃着手里的账本，是我举报的，所有问题都被我记录在册。他竟然把几十年来自己利用职务捞的好处全栽赃到你头上。徐宝石也不再掩饰，竖起2根手指，满脸讥笑地给你下达最后通牒：第一，酒店1块钱卖给我；第二，酒店被封，你进去蹲一段时间。全场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张猛还敢狰狞大骂：刚刚1个亿不卖，现在1块钱，活该！啪！你反手就是一巴掌，直接把他扇飞。随后你随意看向王署长，轻声发问：资料不用核实，这么大的酒店说封就封。王署长却冷哼一声，嚣张到了极点：我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，我要封你能奈我何？你向后一退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端着人民给的饭碗，竟然给一小部分人当狗。你语气冰冷，等会儿我见到冯绳时会把情况原本本向他说明。噗！周围人顿时笑喷了，根本没人相信。徐宝石更是被逗得前仰后合，你个丧家之犬还想见绳手？现如今我才是青小姐的合作伙伴，能见绳手的只有我。王署长甚至直接建议把你的资产没收，再走拍卖程序，强抢。徐宝石点点头，死死盯着你，最后一次机会到底选哪种？你一副古井不波的神情讥讽，冷笑：好一个狼狈为奸！我什么都不选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你冷嗤一声，话音未落，李伟民猛地瞪大眼睛，狗仗人势的嘶吼，在徐公子面前大放厥词，我这就叫保安教训你。谁知徐宝石脸色阴沉，直接抬手制止，嘎价太低级。紧接着他转头下达死命令，王署长从顶层开始封。随着王署长大手一挥，制服人员迅速涌上楼清场，周围宾客倒吸一口凉气。谁能想到这5星级地标酒店竟然真的说封就封？然而你稳坐在椅子上，目光冰冷，封条贴上容易想接下来，我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下王署长满脸不屑的大放厥词，黄口小儿死到临头还敢
犟嘴，他甚至当场放出狠话，只要你不交出酒店，我就关你一辈子，我就是有这个权。众人见状立马开启溜须拍马模式，对着你疯狂嘲讽逼迫。偏偏就在此时，你的手机突兀响起，来电显示正是省手冯百年。刚一接通，就传来他中气十足的指令，再有10分钟到云顶天空，你在山脚等我。你却嘴角勾起冷笑，恐怕去不了，有人要封我的酒店。电话那头猛然一顿，你紧接着补上一刀，鱼肉百姓呗，你手下的兵自己心里没数。话音刚落，你直接挂断。此时的另一边，冯百年气得呼吸急促，当即下令直奔酒店。而你放下手机，目光扫过眼前这群跳梁小丑，等着吧，冯生手一会儿就到。岂料李伟民再次跳脚怒骂你随便找人冒充，徐宝石更是满脸轻佻洋洋得意。正好，我也想看看省手来了，是给我这个青小姐的合伙人几分薄面，还是帮着你这只蝼蚁。王署长更是猖狂到了极致，扯着嗓子咆哮，别说省手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，我也照封不误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人群后方突然炸开一道宛如闷雷般的怒喝，我到了！所有人犹如遭受晴天霹雳，齐刷刷回头，只见冯百年脸色铁青，赫然站在餐厅入口。这一下全场死寂，徐宝石傻眼，王署长僵住，所有人如同见鬼一般，根本不敢相信。冯百年黑着脸大步迈进，怒火中烧，刚才谁叫嚣让我来，我就在这儿。话音刚落，王署长吓得双腿狂颤，裤裆瞬间湿透。徐宝石同样头皮发麻，但仗着身份，硬着头皮上前谄媚，省手大人，我是青小姐的新合伙人徐宝石，刚才都是玩笑，谁知冯百年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眼神极其冰冷，刚当上合伙人就敢打着青小姐的名号狐假虎威，今天的事儿我会原原本本转告他。轰！徐宝石整张脸憋成酱紫，吓得浑身抖如筛糠，他彻底慌神，要是被青小姐厌恶，一切全完了。紧接着冯百年径直走到你面前，看着依然端坐不动的你，他强压下一丝不快，沉声发问，你电话里说的到底怎么回事？全场宾客再次瞠目结舌，那通电话竟然真的是省手打的。你靠在椅背上，面色平静地将事情经过和盘托出。随着你的讲述，冯百年的脸色愈发阴沉可怖，下一秒他猛然转头爆发出雷霆之怒，谁是王署长？刹那间属于上位者的恐怖气势彻底爆发，压得全场根本无法呼吸。你静静看着这一幕，暗自感叹一省之手的威压确实非同凡响。砰的一声巨响，王署长吓得双腿一软，当场跪砸在地，他浑身冷汗直冒，慌乱狡辩，省手大人，我都是秉公办事，有证据材料才来的，只是过程快了点。你端坐在椅子上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，紧接着你毫不客气的当众拆穿，只是过程快了点，李伟民拿的材料至少几十张，而我接手酒店才几天，怎么罪名全按在我头上？你目光如刀，死死盯着他，要我看你不仅程序不对，更是要制造冤假错案吧？王署长双唇发颤，彻底无言以对。然而冯百年早已暴怒到了极点，他指着地上的王署长厉声咆哮，堂堂商业署长只想着为非作歹，秘书立刻叫天海失手，把王署长给我办了狠狠的查。这番话一出，王署长吓得全身疯狂抽搐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干的那些事儿枪毙10次都不够。还行，你暗自点头，对这雷霆手段还算满意。随后你将冰冷的目光转向一旁的李伟民，端着你的碗砸你的锅，这种吃里扒外的畜生最该死。李伟民触及你的眼神，吓得面如死灰，他万万没想到省手会亲临现场，双膝猛地一弯，跪地疯狂磕头哀嚎，陆先生我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。你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，眼中没有半点怜悯，犯错时怎么不考虑妻儿，我又何必替你同情？下一秒你直接转头下达死刑，冯省手连他一起查重判。众人亲眼目睹这一幕，内心防线彻底崩塌，所有人满脑子惊骇，为什么感觉你竟然在命令省手？你到底藏着什么恐怖的身份？偏偏就在此时，你将目光死死锁定徐宝石，轻笑发难，冯省手今天的始作俑者可是徐公子，他才是主谋。徐宝石瞬间汗如雨下，绝望与恐惧爬满整张脸。然而冯百年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冷冷甩下一句，他等会儿见到倾城再处理。你心中冷笑，这样也好，要让他慢慢在绝望中等死。你缓缓站起身，路过徐宝石身边时，抬手拍了拍他惨白的脸颊，才刚刚开始哦，别着急。哗啦啦，全场宾客如避蛇蝎疯狂向后退去，硬生生为你们让出一条通道。结果你们刚迈出没几步，砰！餐厅大门被人狠狠一脚踹飞，不知何时溜走的张猛竟然带着网红脸杀气腾腾的折返回来，他满脸狰狞的指着你怒吼，姓陆的敢跟我张猛斗，我今天分分钟玩死你。那名网红脸更是嚣张到了极点，满眼轻蔑，张公子的二叔可是巡捕署副署长，捏死你比捏死蚂蚁还简单。谁知两人身后缓缓走出一名威风凛凛的中年男人，这正是天海市巡捕署副署长，他双手背在身后，轻描淡写的训斥，阿猛对付一个无依无靠的小瘪三，直接出手就行，谁敢欺负我侄子站出来。狠话刚说到一半，中年男人的目光猛地扫到不远处的冯百年，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。省手，张猛完全没察觉到叔叔的异样，反倒满脸傲然的逼迫，姓陆的立刻跪在地上爬过来求我，否则我让我叔叔把你抓进巡捕署，用尽手段让你生不如死。网红脸也跟着叫嚣，叔叔办他。啪啪，两记震天响的耳光骤然炸裂，中年男人发疯般狠狠抽在两人脸上，吓得声音都在打哆嗦，给我闭嘴，再敢废话老子办了你们。紧接着他弓着腰连滚带爬的向前奔去，满脸写着绝望。你看着这滑稽的一幕，
目似笑非笑地看向冯百年：“这就是你的兵啊！”以权谋私替侄子出头，冯百年气得整张脸涨红如血，当即转头向秘书下达死命令，告诉侍手连他一起查，狠狠地查。中年男人闻言瞬间瘫软在地，一辈子彻底完了。偏偏张猛还捂着脸不知死活的抗议：“叔叔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还有你我叔叔可是双重管辖，侍手也不能说查就查，你算什么东西装大尾巴狼！”冯百年怒极反笑，暴喝一声：“联系省巡捕署查！”张猛依然怒目圆睁：“装你马呢？还联系省巡捕署？你是谁？”你眼神淡漠，缓缓吐出几个字儿：“他是江海省省手。”轰！张猛瞬间石化，整个人犹如被雷劈中，外焦里嫩。半小时后，别墅区大门外的豪车内，你与冯百年复盘着那晚的惊险遇袭。冯百年眉头紧锁，眼神凝重。也就是说，连你也不知道凶手是谁。面对这个问题，你神色前所未有的严肃，你目光深邃地看向窗外，沉声回应：“目前我只能说，对方是个极其恐怖的高手。至于究竟是谁，恐怕只有等顾倾城恢复记忆，才能揭开真相。”冯百年提到顾倾城失忆，脸色满是愧疚。归根结底，这全是他的安保工作失误。紧接着，他转头看向你，满眼期待的试探：“难道你也没有办法？”他对你的逆天医术可是充满信心，绝不相信你会束手无策。你闻言无奈的苦笑摇头，深吸一口气，你沉声回应：“原本有，但现阶段绝对不能用。目前最稳妥的，只能等倾城自主恢复。”冯百年猛地瞪大双眼，满脸错愕：“不能用？天底下哪有眼睁睁看着办法却不能用的道理？”你目光微沉压低，声音缓缓解释：“人有三魂七魄，他失忆是丢了一魂三魄，想找回来就必须走阴。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为顾倾城逆天改命本就触碰了禁忌，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。因此眼下绝不能大张旗鼓去走阴，只能暗中蛰伏。走阴。”冯百年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深邃。他见多识广，自然明白这两个字背后的恐怖分量。碍于身份，他不敢再深究，只能重重拍了拍你的肩膀：“先上山。既然凶手不是你，我定会尽全力帮你洗脱嫌疑。”转眼间，车子疾驰至云顶天宫。此时的别墅外围竟密密麻麻布满了暗哨，简直是铜墙铁壁般的无死角防卫。刚一靠近，几道黑影猛地窜出，强行阻拦。可当他们看清车内坐着的是冯百年时，立刻乖乖让开道路。你们步入大厅，静静等待。就在这时，2楼楼梯口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顾倾城身穿单薄的家居服，面色惨白如纸，缓缓拾阶而下。他勉强挤出一丝虚弱的微笑：“冯叔叔辛苦您这么远折腾一趟，其实我已经好了。”然而话音未落，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了你。刹那间，顾倾城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，整个客厅的温度仿佛骤降至冰点。倾城，你看着他苍白的脸色，心脏像被狠狠揪住。如果那晚你没有离开他，绝不会陷入如此险境。可偏偏顾倾城满眼防备，退后半步：“冯叔叔，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？这2天周围人的恶意抹黑，早就让他把你当成了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。”冯百年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吓了一跳。他深知你虽然性格强势，但为人绝对不坏。冯氏在天海能有今天的规模，你功不可没。更别提你还治好了他多年的顽疾。他长叹一口气，决定替你澄清，你的合作伙伴其实……话音未落，刺耳的手机铃声骤然打断。秘书急步上前，竟然是省城周家主周泰山打来的，用意不言而喻，这就是来下封口令的。紧接着，顾倾城的手机也响了起来，他接通电话，脱口而出的一声大伯，让冯百年心底猛然一颤。那可是清问鼎，周泰山背后的最大靠山，倾家仅次于清擎仓的实权人物。顾倾城直接把手机递了过去，冯百年艰难接过，电话那头传来清问鼎不容置疑的冷笑：“冯省手可别忘了，你是因为什么才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？”明目张胆的威胁。冯百年脸色瞬间惨白，只能咬牙咽下不甘。我知道。挂断电话，冯百年借故把你叫出别墅。门外冷风一吹，他无奈的挂断周泰山的来电，满脸愧疚的看向你：“对不起，这顶着天大的压力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”你反而笑了笑，压根没往心里去。你心里门清有这份态度就够，剩下的事情你自己亲手解决。冯百年看你这副模样，苦口婆心劝你立刻离开天海，否则周家、徐家和那个刺杀真凶绝不会留你活口。我不听，你毫不留情的打断：“倾城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至于那个刺杀真凶，你恨不得他再来。感动你的女人必须血债血偿。”冯百年被你这硬骨头气得连连瞪眼，丢下一句好自为之，便拂袖离去。你耸耸肩，毫不退缩的转身走回别墅。大厅里，顾倾城看你独自进门，立刻抓起手机准备叫人。你一阵无奈，只能站在原地柔声安抚，试探着提起你们第一次在这里见面的场景。你仔细想想，当时你刚洗完澡走下来，我还误以为你是蔡重阳的金丝雀。听到蔡重阳3个字，顾倾城眉头猛地凝结，他的脑海中突兀的闪过一帧画面。就在他拼命想要看清记忆中那个人脸的瞬间，剧烈的撕裂感猛地扯动神经，他抱着头痛苦惨叫。你见状目眦欲裂，发疯般冲上前去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站住！门口骤然炸开一声厉喝，徐宝石带着一个30岁上下的男人赫然出现在门外，一双眼正死死盯着你，透着毫不掩饰的阴森寒芒。徐宝石大吼大叫，指着你的鼻子反咬一口：“陆清舟，你竟然还敢刺杀清小姐！来人，把这个无耻之徒拖出去，乱刀砍死！”话音刚落，咔嚓，云顶天宫四周的玻璃轰然碎裂，数十名隐藏在暗处的精锐暗哨破窗而入，眨眼间就把你团团包围。你猛然盯住徐宝石，眼底杀机毕露：“你在找死，别的事都可以慢慢来，但在顾倾城面前，你绝不容忍这个跳梁小丑疯狂加戏。”结果徐宝石非但不怕，反而满脸讥笑，在他眼里，连省手冯百年都迫于压力灰溜溜走人。现在的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小瘪三。他厉声下令，
命！陈队长，快点动手！下一秒，一名身穿迷彩服、站如标枪的男人大步走入，谁知陈队长面无表情，直接回怼：“徐公子，请注意你的态度，我不是你的佣人。”紧接着，他直勾勾盯上了你。我知道你功夫很厉害，不过那都是些杂耍而已。他冲你伸出单手，极其嚣张地勾了勾手指，请赐教。徐宝石被当众狠噎，气得脸色铁青，你面色一沉，刚准备出手教训他们。住手！顾倾城强忍着剧痛突然出声，脸色又惨白了几分。你们都出去，陆清舟不会伤害我。他脑海里隐约闪过别墅里的画面，虽然记不清脸，却本能觉得你没撒谎。他死死咬着牙看你还有没有其他事，都说出来，只要你多说一点，他就能想起更多。可你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心疼的直皱眉。我们之间还有很多故事，但现在不是说的时候，你绝不忍心看他继续受折磨。我先帮你缓解疼痛，等你平复了再说。没想到徐宝石在一旁直接嗤笑出声，呵，编不下去了吧？他一步步逼近，满脸嘲弄。等会儿你是不是还要说140地块是你拿下的，青市与战部的合同也是你签的，甚至还要大言不惭说你是青小姐的男朋友？他阴阳怪气的煽风点火，青小姐她就是个毫无底线的骗子，如果她真是好人，冯生手怎么可能一声不吭丢下她跑路？这句话精准踩中了顾倾城的痛点，他虚弱的看向你，眼中再次浮现出深深的怀疑。毕竟刚才冯百年确实什么都没证明就走了，你生平第一次觉得一个人能恶心到这种地步。你微微眯起双眼，声音冷若冰霜：徐宝石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等倾城恢复记忆那天你会怎么死？你恨不得现在就直接捏碎他的喉咙。可徐宝石却有恃无恐，极其嚣张的挑衅：我是名正言顺的合作伙伴，我慌什么？倒是你这个赝品，只要你能找出一个证人证明你说的话，我出门立刻被车撞死。你紧紧抿着嘴唇，沉默不语，因为周家下了死命令，整个天海根本没人敢站出来为你作证。看到你拿不出证据，顾倾城眼底的光彻底暗淡。够了！他冷冷下达逐客令，你们都退下，陆清舟你也走。紧接着他转身求助门外的青年：王博士，我们开始治疗吧。岂料那位王博士冷漠地摇了摇头：青小姐，你居然让这个陆清舟开口说话，这是对我职业的极大侮辱，你另请高明吧，我放弃治疗。顾倾城瞬间慌神，这个王博士可是顶级的催眠大师，他昨天刚做了一次催眠，感觉精神极其放松，正指望着靠他找回丢失的记忆。王博士别生气，顾倾城急切地解释。不必多说。王博士高傲地抬起下巴，若不是徐公子3次登门拜访，我根本不可能接你这个病人。既然你宁愿相信一个骗子，那我立刻告辞。眼看王博士转身要走，顾倾城急忙求助徐宝石：徐公子，你快帮我说句话。徐宝石心中简直乐开了花，这王博士不仅会催眠，还能在潜意识里夹带私货，让顾倾城死心塌地信任自己。他立刻装模作样的打圆场：王博士，庆小姐只是被小人蒙蔽。接着他图穷匕见的看向顾倾城：只要让这个姓陆的滚蛋永远别再出现，王博士肯定愿意继续。顾倾城没有任何犹豫，死死盯着你：你走吧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但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找我。你如同老树扎根般纹丝不动，你神色凝重的看着他：倾城，你根本没有病，所有要给你看病的全都是骗子。你傲然挺立：论医术，这世上没人比我更高明。放屁！王博士当场暴怒，指着你破口大骂：我是米国顶级精神学博士、副教授及助理，我不如你。徐宝石更是笑得前仰后合：姓陆的，你懂什么叫催眠疗法吗？你冷哼一声：我不知道什么叫催眠，但他确实不如我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王博士的怒火。小小之辈，无稽之谈。王博士满脸狰狞，连催眠都不知道，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信不信我直接催眠你，让你开开眼界。听到这话，徐宝石眼中金光大盛，既然你是个外行，何不借这个机会让你当众出丑？他立刻向顾倾城提议：青小姐，不如给姓陆的一个机会，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催眠。顾倾城稍作思考，缓缓点头同意。王博士见状，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精致的怀表，他几步逼到你面前，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冷笑：既然你找死，那就睁大眼睛死死盯着这块怀表。下一秒，金属怀表就在你的眼前开始诡异的缓缓晃动，你静静盯着那块摇晃的怀表，眼神逐渐迷离。王博士心中冷笑连连，就这点定力也敢来顾倾城面前装神医。徐宝石更是抱起双臂，满脸讥笑，就等着看你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叫唤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一条黑色的哈巴狗。王博士的声音在云顶天宫阴森回荡，紧接着他死死盯住你的双眼，语气猛然加重：你被马踹飞，你生不如死，给我叫！话音刚落，刺耳的狗叫声瞬间爆发，汪汪汪！然而趴在地上痛苦打滚的不是你，偏偏是刚刚破窗而入的10几名暗哨。就连面容刚毅的陈队长也冷不丁叫出一声汪里，他猛摇脑袋恢复清醒，满眼惊骇，这催眠术竟然恐怖如斯。顾倾城被吓了一跳，咬牙赞叹：王博士大才！徐宝石得意撇嘴，狂妄邀功。他指桑骂槐，直言若非你这个小瘪三来捣乱，庆小姐根本看不到王博士的真本事。谁知顾倾城转头一瞥，顿时诧异万分，你依旧笔挺的站在原地，根本没有半点变成狗的迹象。徐宝石愣住，王博士也大吃一惊，强行挽尊说：你精神承受力异于常人。紧接着他再次掏出怀表，在你面前狂晃，厉声暴喝：回答我，你是什么？陈队长吓得迅速移开目光，徐宝石立刻举起手机录像，满脸狞笑，准备拍下你的丑态。顾倾城不知为何心口猛然一阵抽痛，万万没想到你神色淡然，嘴唇轻启：我是嫩爹。全场死寂，还没等众人回过神，你突然劈手夺过怀表，直接拎在王博士眼前急速晃动。
从现在起你是我儿，跪下！砰！不可一世的王博士连半点反抗都没有，双膝一软，重重砸在地上。他昂起头，满脸真诚地放声大喊：“爸爸！”陈队长倒吸一口凉气，你竟然反向催眠了王博士！顾倾城美眸圆瞪晶，饿得说不出话。眼前这个男人真的身怀绝世医术。徐宝石彻底懵逼，气急败坏，疯狂大吼：“陆清舟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”你缓缓转头，声音冰冷刺骨：“他用就是催眠，我用就是妖法。”徐宝石瞬间哑口无言。随后你转头看向顾倾城，笑如春风：“看吧，我没骗你，论医术没人比我更高明。”徐宝石见势不妙，立马疯狂挑拨：“他咬死你，明明会催眠，却装不会，绝对是腹黑心机男！”叫嚣着让陈队长立刻废了。陈队长目光森寒，随时准备对你动手。然而顾倾城深深凝视着你，足足沉默十几秒。我倒不这样认为。他轻启红唇，眼中一彩，连连藏拙是一个人的必备技能，太张扬反倒让人不喜。顾倾城目光闪烁，当场拍板：“既然你也会催眠，那我接下来的治疗就由你来进行。”徐宝石像是被踩了尾巴，猛地尖叫出声。一旦让你治好顾倾城，恢复记忆，他的弥天大谎必定当场露馅。他神色慌乱，疯狂咆哮：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不同意！”偏偏顾倾城眉头紧锁，冷冷反问：“我做事还需要你同意？”徐宝石被噎得脸色涨红，根本无言以对。就在这时，你目光如刀，缓缓逼近徐宝石。还记得我在酒店说过什么？你声音冰冷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现在我会让你一点点失去所有。徐宝石吓得头皮发麻，浑身直冒寒气，惊恐倒退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！你根本懒得搭理他，居高临下俯视王博士。现在开始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你语气森寒，敢说半句假话，皮鞭蘸盐水伺候。跪在地上的王博士瑟瑟发抖，连连磕头：“爸爸别打我，我说实话，你直接要害徐宝石，让你给青小姐催眠，到底什么目的？真是治病！你心里门清，催眠根本不可能恢复记忆。闭嘴！”徐宝石面目狰狞，疯狂尖叫。可王博士早就彻底沦陷，乖乖答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徐宝石让我给青小姐洗脑，让她死心塌地相信徐宝石就是他唯一的合作伙伴。”唰的一声，顾倾城猛然转头，怒火中烧的死盯徐宝石。他虽然失忆，但不代表是个傻子。徐宝石吓得冷汗狂飙，急中生智，拼命狡辩：“妖法青小姐千万别信他。”紧接着他搬出所有底牌：“您想想，周家主还有千红药业，甚至您最信任的张双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您的合作伙伴，这怎么可能有假？”顾倾城目光一凝，闪过一丝迟疑：“对啊，为什么全程都在为徐宝石作证？那是因为周泰山下了封口令。”你神色从容，一针见血点破迷局，在天海市谁敢违背他？紧接着你死死盯住顾倾城的眼睛，步步紧逼。你来天海是为了向家族证明价值，拒绝联姻。可周泰山是谁的人？你怎么可能蠢到选一个他看好的人当合作伙伴？一语惊醒梦中人，顾倾城美眸震颤，疑云再起。他绝不可能选择家族联姻派支持的人。你趁热打铁，抛出最后一记重锤。你再仔细想想，刚刚冯生手想说什么，又是因为谁的电话才匆匆离开？轰的一声，顾倾城大脑嗡响，瞬间想通了所有关节。眼看大势已去，徐宝石彻底慌了神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刚才真该直接把你乱棍打死。他满脸阴纵，拼命阻拦，全是胡言乱语。青小姐这小人就是来乱您心智的，您快上楼休息，这里交给我。只要能把你赶出去，他必定立刻派人将你碎尸万段。谁知顾倾城却长出一口气，神色陡然一变，不仅没有发飙，反而冲你轻蔑一笑：“你说的这些全都是主观推测，根本毫无证据。”他语气冰冷：“相比之下，我更相信徐宝石和周叔叔。今天我累了，你滚吧。”此言一出，你直接愣在原地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居然还要赶你走。徐宝石狂喜乱舞，立刻跳脚大骂姓陆的：“没听到青小姐让你滚吗？还不快滚！”你满心不甘，猛地低头逼问王博士，大声说：“谁才是真正的合作伙伴？”王博士昂着头，一脸痴呆：“当然是爸！”闭嘴！一道冰冷的女声轰然炸响，竟然是顾倾城。他死死盯着你，毫不留情地下达逐客令：“立刻消失！陈队长赶人！”唰的一声，陈队长一步踏出，浑身杀气横挡在你面前，指着大门怒喝：“再不滚，我亲手废了你！”徐宝石满脸小人得志，笑得五官扭曲。事已至此，你只能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满腔憋屈，转身踏出大门。眼看你背影消失，徐宝石立刻谄媚狂舔。青小姐果真火眼金睛，险些就被那骗子糊弄了。顾倾城冷冷一笑，转身向楼上走去。然而就在他转身的刹那，脸色骤然阴沉如水。他根本没有恢复记忆，但你的每一句话都死死钉在了他的逻辑盲区上。整个天海市极有可能是一个针对他的惊天骗局。刚踏入房间，顾倾城迅速掏出手机，立刻给陈队长发出一条密令，暗中保护你，绝对不能让你出半点差池。与此同时，楼下大厅，陈队长唤醒手下，悄然退走。一群废物！徐宝石盯着还在地上叫爸爸的王博士，怒火中烧。这蠢货今天差点坏了他的泼天大计。他冲上去对着王博士就是一顿疯狂拳打脚踢，王博士满地打滚，凄厉惨叫：“爸爸救命！有人打我！”足足暴打了整整1分钟。王博士这才猛然惊醒，满脸呆滞：“你干嘛打我？”徐宝石根本懒得废话，转身就跑回山脚下的徐家。面对父亲徐天龙，他疯狂邀功。为了掩饰无能，他隐瞒了你反向催眠的恐怖手段，反而吹嘘自己全程碾压你，逼得顾倾城将你扫地出门。不愧是我儿子天海年轻一辈第一人。徐天龙满脸狂傲，如今省手不敢帮你。顾倾城又被彻底蒙蔽，这天海市的王座他们徐家坐定了。徐宝石满脸严肃，装出一副不骄不躁的模样。他眼底闪过一丝狠辣，沉声道：“爸，那个陆清舟留在天海终究是个隐患，我建议立刻联系周家主，让他派顶级高手过来，直接把这小子灭了。昨晚全城都以为你落荒而逃，周泰山早就带人撤回了省城。”可徐天龙却摇了摇头，他对儿子的狠辣极其满意，眼中金光爆射。不妥，咱们徐家如今已经问鼎天海，若是连一个陆清舟都解决不掉，还要请周家主出手。
山，岂不是让人看扁了？他猛地攥紧拳头，语气森然：“必须是我们亲自动手，把他活捉当成一条狗送给周家主。”听到要亲自抓你，徐宝石吓得一哆嗦。婚礼晚宴上，你那恐怖的身手至今让他头皮发麻。谁知徐天龙阴冷一笑：“他功夫确实厉害，背后还有张龙王撑腰。但你别忘了，天海市还有个最恐怖的杀气。”他刻意压低声音说出4个字：“威虎山庄。”与此同时，你正大马金刀的坐在威虎山庄后院的凉亭里，这可不是你自己要来的，而是这山庄的当家人红姐亲自开车把你请来的。你满脸无精打采，烦躁的敲着石凳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你满脑子都是顾倾城，明明已经把底牌全亮了，他凭什么还要赶你走？想给他逆天改命，连个信任都骗不到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忍不住在心底暗骂。眼前一袭黑裙的红姐正恭恭敬敬的给你泡茶，这位威震天海的神秘大佬此刻在你面前乖顺的像只猫，毕竟他可是亲眼看着孙连魁怎么给你跪下当狗的。他将茶杯双手奉上，眼眸如丝。听说陆先生最近诸事不顺，想请您来放松放松。他身子微轻，吐气如兰。我这不仅有喧嚣的夜场房里，还有一口天然温泉。若是先生不嫌弃小女子，愿亲自服侍您沐浴。他可是盯了你很久了，偏偏你正处于失忆期，简直是趁虚而入的绝佳时机。结果你猛地抬起头，一脸错愕，就这点破事儿，你还以为是孙连魁那老狗找你有急事没心情搭理。红姐看你这副钢铁直男的模样，只好把话挑明。她双眼灼热的盯着你，对先生是小事，对小女子可是终身大事。以后您若得空，小女子愿夜夜常伴左右。这暗示简直不要太明显。你顿时满头黑线，再听不懂你就是个傻子了。你无语的摇了摇头，毫不留情的戳破：孙连魁这老狗真不是个东西，把你养在外面还喂不饱，看给你憋成什么样啊！红姐的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，她虽然有意勾引，可你怎么能说的这么直白？她尴尬的挤出一丝苦笑。孙家主确实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太好。你随意摆了摆手，直接站起身来：找别人去吧，我对你没兴趣。实在憋得慌，菜市场有卖黄瓜的自己去挑。说你头也不回的就要走。红姐羞愤欲绝，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方钻进去。她硬着头皮拦住你：陆先生误会了，我只是单纯崇拜你，你根本懒得停留。可我不喜欢你啊，我心里只有倾城。提到这个名字，你心口猛地一酸，你无奈的苦笑一声：只可惜我现在连见他一面都难如登天。红姐深深看了你一眼，暗自咬牙，年轻霸气又如此专一，这男人简直该死的迷人。他深知自己配不上，你只能作罢。紧接着他试探性的问道：怎么会见不到？您不是刚从云顶天宫出来吗？你这会儿也是憋了一肚子火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把云顶天宫的破事到豆子般全盘托出。谁知红姐听完竟扑哧一声笑了：陆先生您这是当局者迷啊。他一语道破天机，如果我没猜错，青小姐已经开始怀疑徐宝石了，甚至她已经信了您的话。你猛地停下脚步，满眼诧异：你说什么？他信我？红姐眼神笃定，她认定您是个普通人，面对几大势力的绞杀，假装赶您走根本是为了保护您啊。一句话瞬间让你茅塞顿开。红姐不仅懂男人，这察言观色的本事更是毒辣。她微微顿了顿，抛出终极诱饵：若是您信得过我，我保证让青小姐立刻对您深信不疑，甚至让您夺回合作伙伴的宝座。你顿时大喜过望，急切追问怎么做。红姐见你上钩，娇羞的咬了咬红唇：不如这样，您边泡温泉，我边给您细细讲来。你狐疑的盯着她，冷冷警告：先说好，我只泡素的，敢玩花样别怪我不客气。红姐美眸流转，脆生生应道好。与此同时，威虎山庄前院的酒吧区，这里灯红酒绿，群魔乱舞。徐宝石刚和亲爹密谋完，就火急火燎的赶到这里，一天不弄死你，他连觉都睡不安稳。他刚踏入大门，全场瞬间沸腾。徐公子驾到！徐少，我是刘氏集团的继承人啊，求关照。各路牛鬼蛇神疯了一样围上来跪舔拍马。徐宝石满脸桀骜，享受着如帝王般的朝拜。他鼻孔朝天，冷傲回绝：什么娇娇本少玩过的女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刘氏集团听过你爷爷，至于你算什么东西？他嚣张至极，径直走到2楼最顶级的卡座，刚翘起2郎腿，无数名酒果盘流水般送上茶几，根本不需要他掏1分钱。无数富二代端着酒杯点头哈腰来敬酒。徐少，我带了几个极品嫩模，马上叫来陪您。那个叫娇娇的女人更是直接发出一声娇喘：哎呀，我好！她直挺挺的瘫软在沙发上，一副任人采摘的放荡模样。偏偏徐宝石脸色猛地一沉，他狠狠猛拍桌子，怒喝一声：吵什么吵，都给老子闭嘴，烦死了！他烦躁的向后一靠，阴毒的目光死死盯住旁边的女孩。徐宝石满眼厌恶，毫不留情的一脚踢开沙发上的女人：少在这装死，就你这种庸脂俗粉也配爬我的床，滚一边去！娇娇吓得浑身一颤，她慌忙爬起身，满脸谄媚的凑上前：徐公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只要您说，我什么模样都能变。然而徐宝石嘴角却勾起一抹邪笑，他眼神中透着病态的狂热：我喜欢人妻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死寂，周围的富二代们面面相觑，谁都没想到堂堂徐少竟然好这一口。就在这时，酒吧大门被人推开，一个身穿紧身职业装的绝美女人正局促地走入这片喧嚣。徐宝石双眼猛地放光，他舔了舔嘴唇，眯眼狞笑：正主来了。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苏氏集团的苏婉月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冰山女总裁啊！有人满脸错愕，压低声音提醒：徐公子，据我所知，他根本没结过婚啊！谁知徐宝石笑得越发阴森：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，他曾经可是那小子的未婚妻，虽然还没过门，但在我眼里这也算得上是人妻。原本徐宝石是打算在办公室好好炮制他的，可偏偏今晚要来威虎山庄找红姐谈判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干脆把他叫到了这灯红酒绿的修罗场。听到这番话，周围的富二代们彻底惊呆了。整个天海市谁不知道那高高在上的林若曦是你的未婚妻？结果现在连着冰山总裁苏婉月竟然也是你的女人，所有人都在心底疯狂咆哮：你这小子到底有什么魔力？与此
此同时，苏婉月顶着全场豺狼般贪婪的目光，艰难地挪动脚步，她面容极其憔悴，昨夜更是整宿未眠，眼底满是绝望。她颤抖着走到徐宝石面前，死死咬住毫无血色的红唇。徐公子，我来了。徐宝石毫不掩饰目光中的贪婪，视线肆无忌惮地在他那傲人的曲线上来回扫视。他偷偷咽了口唾沫，心底邪火狂涌，这极品身段玩起来绝对要命。紧接着，他缓缓抬起手，食指轻蔑地指着满是酒水的地板，语气冷厉如刀：“跪下说话。”徐宝石的话一出，全场瞬间死寂，任谁都没想到，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逼苏婉月下跪。可转念一想，这徐公子与你早已不共戴天，用这种方式折磨你的女人，简直太正常了。苏婉月咬着发白的嘴唇，声音沙哑无力：“徐公子不是说好来商量供应合同的吗？”没想到徐宝石满脸玩味，眼神居高临下：“对啊，是谈合同，但让你跪下说话冲突吗？”紧接着他冷笑一声：“再者说，我让你跪下还需要理由？”周围的看客不仅不觉得过分，反而纷纷跟着煽风点火：“姓苏的赶紧跪啊！能给徐公子下跪那是你的荣幸，快点，不然老子大嘴巴抽你！”面对这群豺狼，苏婉月眼底闪过一丝挣扎。他来威虎山庄前就百般犹豫，谁知还是迎来了这般奇耻大辱。可为了苏氏家族，他只能强咽下委屈。徐公子让我跪，但我跪了，你能让供应合同继续吗？哈哈！徐宝石猖狂大笑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？不跪现在就滚！但是苏氏和卿氏的合作即刻终止。不仅如此，之前的货款也无限期扣押。此话一出，苏婉月脸色骤然惨白。合同中只顶多倾家荡产，可要是货款被扣，苏家马上就会负债，累累家破人亡。他急得眼眶通红。徐公子，咱们白纸黑字写着付款时间，你不能违约啊！然而话说到一半，他却绝望地停了下来，因为他猛然意识到，徐宝石要是铁了心不给钱，苏家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下一秒，他双膝一软，重重磕在冰冷的地板上。徐公子，求求你继续与苏氏合作！他哽咽着放下了所有的尊严，看着眼前卑微求饶的女人，徐宝石满面红光，爽快到了极点。紧接着他趾高气昂的一只脚边，好说先像狗一样爬过来，跪在我的脚下。原来这不过是他折磨人的开胃菜而已。苏婉月看着他那狰狞的笑脸，心脏像是被狠狠捅了一刀。这一刻，他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你的身影。你这个每次惹完事拍拍屁股就走人的渣男，要把这烂摊子全丢给他一个人来扛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他心里满是苦涩。或许你跑了也好，留在这里也不过是白白送死罢了。收回思绪，他死死咬着牙，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。明明想反抗，却连一丝挣扎的资本都没有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为了那一线生机，他只能屈辱的双手扶地，一点点朝着徐宝石爬去。徐公子，这样可以吗？他声音颤抖，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心碎。徐宝石看着这幅画面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然而他突然猛地伸手，一把死死揪住苏婉月的头发。他低下头，声音犹如恶鬼：“小贱种真乖，但哥哥要告诉你，我还是不会跟你合作，更不会给你一分钱。这就是做那个姓陆的女人的代价，气不气？”周围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。苏婉月如遭雷击崩溃的泪水决堤而出：“你怎么能这样？让我跪我跪了，让我爬我也爬了，求你大人有大量，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？”此时的徐宝石权倾天海，除了苦苦哀求，他根本无路可走。不好！徐宝石瞬间暴躁，面目狰狞的咆哮：“那个姓陆的三番五次让我丢尽颜面，我凭什么让他好过？不仅是他身边的所有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”他死死拽着苏婉月的头发，眼神狠厉：“贱人，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不玩你吗？因为我要当着他的面玩死你。今天约你来，就是拿你当鱼饵，让你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向我摇尾乞怜的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猛地转头怒吼：“服务生，滚过来！”这一嗓子瞬间将全场所有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。服务生连滚带爬的跑上前：“徐公子，您吩咐。”徐宝石下巴微扬，狂傲到了极点：“去把红姐给我叫来，就说我有一笔大生意要跟她谈。”此话一出，整个威虎山庄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直呼红姐名讳的，他徐宝石绝对是头一个。服务生吓得浑身一个机灵，但碍于徐家的权势，只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探问：“徐公子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这生意有多大？”徐宝石目光阴冷，一字一顿掷地有声：“买他的命！”轰！一瞬间，整个酒吧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。谁也没想到，徐公子竟然要明目张胆地对你斩草除根。大家心里都清楚你功夫了，可对上整个威虎山庄依旧毫无胜算。更何况传闻中你不是早就跑路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徐宝石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苏婉月，阴恻恻地笑了：“贱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个姓陆的居然有胆子滚回天海，今天就是他的死期，而你就是那个鱼饵。”听到这话，苏婉月彻底懵了，连眼泪都忘了。你真的回来了？你居然还敢回来？下一秒，徐宝石猛地站起身，手里依旧死死攥着苏婉月的头发，硬生生将她整个人从地上薅了起来。苏婉月疼得惨叫连连，徐宝石毫不理会，像拖死狗一样把她拖到栏杆处。他居高临下的俯视全场，放声狂吼：“都把手机给我拿出来，拍照发朋友圈，全网通缉那个姓陆的，告诉他的女人现在就在我手里，有种就给我滚到威虎山庄来，这才是他布下这个局的真正目的。只要你敢来救人，他立刻就能让红姐将你拿下。”苏婉月拼命挣扎，疼得泪如雨下：“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可他那点力气根本无济于事。全场看客闻言纷纷掏出手机，对着苏婉月疯狂拍照。与此同时，徐宝石手上的力道非但不减，反而越扯越紧。他猛然转头冲着服务生再次怒吼：“还不快滚去让红姐来见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”服务生刚想动弹，一旁的经理却汗如雨下，战战兢兢地开了口：“徐公子，红姐吩咐过正在见一位贵客，严禁任何人打扰。”听到这话，正值嚣张头上的徐宝石瞬间暴怒：“放屁！
如今的天海还有哪个能比我徐宝石更贵？谁知话音刚落，舞台侧面的大门骤然敞开，紧接着你和红姐并肩走了出来。此时的你红光满面春风，一方面是温泉泡的通体舒泰，另一方面只要红姐的计划没错，明天你必定能顺利靠近古倾城。然而走在你身旁的红姐却满脸疲惫，连双腿都在止不住的打颤。她看向你的眼神里甚至带着几分深闺幽怨。原本她想靠着泡温泉和自身媚功，让你天雷勾动地火，乖乖就范。万万没想到你这钢铁直男居然非要泡冷水澡，硬生生逼着她拎了7、80桶冷水往池子里倒，差点没把她当场累死。你俩刚走出去没几步，便敏锐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偌大的酒吧此刻竟死寂的吓人。陆青州猛然间人群中传出变调的惊呼，活像大白天见了鬼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一时间全场众人皆被惊出一身冷汗。前脚徐宝石刚放话要买你的命，后脚经理说红姐再见贵客，紧接着你就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。难不成红姐口中的贵客就是你？2楼的徐宝石眼珠子都快瞪掉在地，满脸见鬼的表情。苏婉月更是被震得连头皮的剧痛都忘了，呆呆的望着你的身影。红姐眉头一皱，厉声质问怎么回事？经理赶紧连滚带爬的凑上前，哆哆嗦嗦的把刚才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。最后他颤抖着手指向2楼的徐宝石，徐公子说要找您合作，买陆先生的命。唰的一声，酒吧内的气氛瞬间诡异到了极点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着红姐的宣判。你顺着经理的手指抬头望去，原本看到徐宝石这冤家路窄的滑稽样，你还觉得有点想笑，可当你看清他手里死死揪着苏婉月的头发时，你的脸色顿时阴沉如水。虽然你平时对这女人不太感冒，但既然撞见了你，绝不可能坐视不管。就在这时，红姐猛地转过身，语气冷若冰霜：徐公子，你在我的地盘大吼我的名字，还在我的场子里公然对别人动手，甚至放话天海没人比你更贵，字字如刀，逼得在场众人齐齐打了个寒战。徐宝石心底虽然发毛，但一想到背后有青小姐和省城周家撑腰，瞬间又有了底气。他甚至有恃无恐地笑了起来。难道不可以吗？红姐，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我不习惯。实事求是的讲，如今在这天海市，我还真找不到谁能比我更贵。放肆！红姐一声雷霆怒吼，你在外面怎么撒野我不管，但在威虎山庄敢坏我规矩就是找死。武叔话音刚落，一道残影骤然在场中穿梭，只见武叔冲到栏杆下方，双腿猛地发力，竟然凭空跃起，直接翻上2楼。下一秒，他枯槁的大手犹如铁钳般死死锁住了徐宝石的咽喉。与红姐作对的人都已经死了，毫无感情的声音透着森然的杀机，仿佛只要再稍稍用力，徐宝石的脖子就会像朽木般被生生捏碎。全场看客吓得面无人色，2楼的狗腿子们更是连滚带爬的往后缩，险些当场尿裤子。谁能想到红姐竟然真敢对徐公子痛下杀手？被捏住命运后颈的徐宝石脑瓜子嗡嗡作响，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只能死咬着牙硬撑。红姐，我背后站着的可是青小姐和周家主，你动我一个试试。结果红姐非但不退，反而更加霸气侧漏，那就让他们来，在我的地盘是龙得盘着是虎得握着，你看我敢不敢当着他们的面活捏了你？别人不知道，但红姐心里门清，有你这位连孙连魁都要下跪认主的活阎王在场，他怕个球。听到这番狠话，徐宝石的心脏差点蹦出嗓子眼，他彻底慌了。毕竟无论是青小姐还是周家，根本不可能为了他的私人恩怨跑来站台。瞬间他脸上挤出了一抹比哭还难看的讪笑。红姐，我开玩笑的，您千万别当真。要论贵，整个天海谁能比得过您？我刚才是上头了，对不起。此话一出，众人惊骇万分。红姐满眼讥讽，居高临下的逼问：那你到底是贵还是贱？徐宝石喉结艰难的滚了滚，彻底抛弃了尊严。我贱，我最贱。看到徐公子被逼到低头认怂，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就在这时，呵呵，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不加掩饰的嘲笑。出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你。看着徐宝石这副斗得过就狂吠，斗不过就秒怂的软骨头模样，你只觉得滑稽可笑。然而这声轻笑瞬间戳中了徐宝石的肺管子。他斗不过红姐，难道还弄不死你？他当即怒目圆睁，咬牙切齿的咆哮：笑你大爷！现在让你笑，等会儿老子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紧接着他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冲着红姐大吼：红姐，只要你帮我活捉他，我愿意付出任何筹码。在他看来，你主动送上门，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周围的看客也纷纷用看死人的目光盯着你。岂料红姐非但没有动手，反而似笑非笑的瞥了他一眼。那你刚才没听到经理说我正在接待一位贵客吗？众人猛地一愣，一个令人胆寒的念头瞬间劈进所有人的脑海。难道那个连红姐都要小心伺候的贵客真的是你？红姐！徐宝石瞬间吓得结巴了，声音止不住的发抖。你别告诉我那个贵客就是他。而此时绝望已久的苏婉月眼中终于爆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希冀之光。如果你真的是红姐的座上宾，那她今天就有救了。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，红姐缓缓转过头，将目光投向了你。就在所有人屏息以待时，红姐竟然扑哧一笑，当然不是。紧接着她朗声宣布贵客已经离开，明天中午她要在中海大酒店大摆宴席，为贵客接风洗尘。其实你心里门清，那个贵客分明就是你，但现在还不是揭晓的时候，至少得等明天顾倾城到场，当着全天海人的面狠狠打脸。听到这话，全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么多年来，红姐从没踏出过山庄半步，如今竟然有人能请她出山，明天的宴会简直非去不可。与此同时，徐宝石却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，只要那个人不是你，他就觉得稳操胜券。然而苏婉月眼里的光芒却瞬间暗淡，看来终究是自己奢望太多。谁知下一秒，红姐突然话锋一转：徐公子，按理说我可以帮你处理他，但你刚刚冒犯了我，合作免谈，接下来你们的私人恩怨自己解决，威虎山庄概不追究，你们可以用一切手段。一切手段这4个字一出，全场皆惊。这在威虎山庄的规矩里简直是破天荒头一遭，周围人顿时
时窃窃私语，都以为红姐这是在变相给徐宝石面子，甚至有人满脸讥讽的盯着你，就等着看你怎么死。徐宝石更是得意忘形，他傲然挺立，大言不惭的向红姐道谢。紧接着，他猛地揪住苏婉月的头发，重重向下一扯，居高临下的死盯着你。垃圾，终于轮到你了！就在刚刚，你的女人像狗一样爬到我脚下求饶，现在立刻给我跪着爬过来，否则老子就当着你的面办了他！围观群众一阵胆寒，这招简直杀人诛心！真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，苏婉月和你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不要，徐公子，求求你！苏婉月疼得满脸扭曲，绝望的哭喊。哀求。当他看向你时，眼里早已失去了希望。在他看来，现在的你根本斗不过徐宝石，然而你却面无表情，眼底的寒意仿佛能把空气冻结。我也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跪下，求他原谅，再站到大厅中央跳个脱衣舞，跳得我满意，我兴许留你一条狗。要不是为了明天的大计，你现在就能冲上去敲碎他的双腿。听到这话，徐宝石笑得越发癫狂。小垃圾，我看你是得失心疯了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配不配？现在我在2楼，你在下面，到底是谁给谁跪？周围人也纷纷发出哄笑，都以为你失去青小姐的靠山后彻底疯癫。就在这时，苏婉月忽然歇斯底里地冲你大喊：跑，快跑啊！虽然他心里对你有怨，可你终究是他这辈子唯一的男人，留在这只能等死，不如留得青山在。想跑，徐宝石面目瞬间狰狞，你只要敢挪动半步，我立刻让全场的人排着队玩他。姓陆的立刻给我跪下爬上来，周围的狗腿子立刻疯狂起哄，爬过来，爬过去，震耳欲聋的嘲弄声几乎掀翻屋顶。苏婉月急得眼泪狂飙，拼命催促你逃命。正当此时，你在漫天嘲讽中缓步上前，走到2楼栏杆正下方，你双腿猛然发力，整个人宛如惊鸿般腾空而起，不仅稳稳落在了2楼，动作甚至比刚才的武术还要行云流水。你死死盯着徐宝石，犹如盯着一具尸体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再给我说一遍。徐宝石瞬间如遭雷击，他猛地想起你婚礼当晚恐怖的身手，吓得脸色煞白。可一想到脚下是威虎山庄，他又硬生生挺起胸膛，说10遍又怎样？这里是威虎山庄，你敢碰我一根汗毛，就是与红姐为敌。有种你动我一下试试。岂料下方的红姐直接清冷开枪，我刚才明说过了，你们的矛盾山庄不参与，不管不追究，你们可以用任何手段。全场瞬间死寂，直到这一刻，所有人才猛然回味过来，红姐那番话根本不是在帮徐宝石。徐宝石眼前一黑，险些当场吓尿，他惊恐万状地冲着楼下尖叫：红姐，你不能不管啊，他这是在你的地盘闹事。然而红姐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冷冷丢下一句明天酒店，便带着五叔扬长而去。此时的徐宝石浑身冷汗如瀑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红姐这是恨不得他赶紧死。围观群众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就在下一秒，你悍然出手，伴随着一声爆响，一记狠辣的耳光直接将徐宝石抽飞出去。你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，叫啊，继续叫，还需要我给你跪下吗？徐宝石重重摔在地上，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连带着2颗后槽牙都吐了出来。他浑身战栗，却还死咬着不放。你不能杀我，我背后站着青小姐和周家，杀了我你也得给我陪葬。你面不改色的逼近，如同看待一只蝼蚁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触碰到你那宛如实质的杀意，徐宝石仿佛被死神扼住了喉咙，吓得牙关疯狂打架，半个字都挤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苏婉月跌跌撞撞地走上前，死死抓住你的手臂。他纵然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却依然顾全大局。青州算了吧，他现在的背景太深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他怕你真惹上杀身之祸。你转头看向他，凌乱的头发，膝盖上刺眼的淤青，无一不在刺痛你的神经。你语气不容置疑，你是受我的牵连才遭此横祸，我要是视若无睹还算什么男人？你放心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听到这番霸道护短的话，苏婉月瞬间红了眼眶，她眼神恍惚，心底更是掀起惊涛骇浪。只要有人敢动她，你难道真敢把这天都捅个窟窿？你不再多言，猛地转头锁定徐宝石，如同修罗降世般突出几个字儿：死还是跪？生死关头，徐宝石彻底崩溃了，他连滚带爬的翻身跪倒，疯狂磕头如捣蒜。我错了，求求你给我条活路，我再也不敢与你作对了。苏小姐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原谅我。苏婉月紧紧咬住嘴唇，将决定权全权交给了你。你冷笑一声，眼中尽是嘲弄，喜欢玩人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算什么东西。紧接着你猛地弯下腰，如同拎小鸡一般，单手将徐宝石死死拎在半空，你另一只手猛然探出一把扯下他的裤子，反手就将他像丢垃圾一样砸向1楼大厅。砰的一声巨响，刚才叫嚣最凶的2个狗腿子直接被砸得七荤八素，全场目光瞬间聚焦。只见徐宝石四仰八叉的躺在人堆里，下半身竟然空无一物，更劲爆的是关键部位还涂满花花绿绿的药水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下面还上着药水呢！徐公子，你这到底怎么搞的？周围人瞬间炸开了锅，纷纷瞪大眼睛强势围观。苏婉月站在2楼，看着徐宝石那副惨状，眼中闪过一抹极度厌恶。怪不得不碰老娘，搞半天是个没用的废物。伴随着众人的指指点点，大厅里顿时爆发出徐宝石杀猪般的凄厉惨叫。半小时后，山庄外，玛莎拉蒂在夜色中狂飙，你现在就滚出天海，跑得越远越好。苏婉月死死抓着方向盘，脸色凝重到了极点。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徐宝石绝对会疯狂报复。你虽然能打，可这世道根本不是靠拳头就能活命的。你稳稳坐在副驾驶，看着这小妮子如临大敌的模样，心里一阵纳闷，跑什么？明天我还得去红姐的宴会，我还要把属于我的一切全夺回来。更确切的说，你要夺回顾倾城。吱，刺耳的刹车声划破夜空，苏婉月气得一脚将车死死踩停，让你滚你就滚，你真以为红姐会好心帮你？她刚刚那分明是在借刀杀人，借你的刀去杀徐宝石，徐家绝对不可能放过你。话音未落，她猛地掏出钱包，
将里面的现金和几张银行卡全拍在你怀里，这里一共200多万，是我全部的底子，拿着钱赶紧滚，永远别回天海。看着怀里的钱，你彻底愣住了，这女人竟然在关心你。回想在名都监狱初见时，她那副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嘴脸，如今居然舍得把全部身家都塞给你跑路。就在此时，苏婉月自己也吓了一大跳。按理说她应该恨死你这个趁虚而入的渣男，可现在她非但生不出半分恨意，满脑子竟然全是担心。为了掩饰慌乱，她瞬间板起脸，死鸭子嘴硬：“你少自作多情，我只是看你可怜。本小姐天生心善，哪怕路边的流浪狗我也会赏口饭吃，更别说是个大活人。拿上钱赶紧滚！”说完，她倔强的扭过头，死死盯着挡风玻璃。你听得一头黑线，在心里直吐槽：这叫什么破比喻？你面不改色，随口回绝：我不需要钱，我也不会走。更何况区区200万也太寒碜了，你还是留着自己买点好吃的吧。要知道，按你以前在监狱的价码，200万顶多够换你少抽别人2个大嘴巴子。你苏婉月气得美眸圆瞪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你居然还敢挑3拣4，知不知道这已经是他最后的老本了？他刚要发作，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打断了他。他刚接起电话，脸色瞬间骤变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画面一转，苏家别墅，此刻的客厅里黑压压挤了几十号人，全都是苏婉月的极品亲戚。坐在沙发正中央的正是他大伯苏多山，他双手环胸，下巴快扬到了天上。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股也必须退，拿不出钱就用房子车子抵债。总之一句话，不给钱，你们全家都别想好过。苏多山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。当年老爷子病危，他本以为家主之位非他莫属，谁知老爷子临终前硬是把大权交给了苏婉月，理由竟然是苏婉月有个极其牛逼的未婚夫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连个未婚夫的鬼影子都没见着，他几次3番想夺权都以失败告终。今天终于让他逮住了绝佳的翻盘机会。对，必须给我们退股。老爷子当年绝对是老眼昏花，居然把苏氏交给你们这帮废物。要是看到公司成这样，估计都能气得死不瞑目。苏婉月那个小贱人呢？这时候还没滚回来，该不会是找野男人鬼混去了吧？亲戚们的谩骂声一浪高过一浪，话语极其难听。苏多海缩在角落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他从小在家里就受欺负，这辈子都没挺直过腰板。就在此时，我回来了。苏婉月风风火火地冲进别墅，刚一进门就被这3趟会审的阵仗吓了一跳。除了逢年过节分红，他还是头一次见亲戚聚得这么齐。你居然还有脸回来，怎么没干脆死在外面？苏家早晚要败在你的手里。众亲戚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饿狼，蜂拥上前指着他的鼻子疯狂输出。苏婉月被骂得鼻尖直冒冷汗。回来的路上，他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徐宝石彻底下令封杀苏氏，合同冻结，货款全停。这帮亲戚分明是怕引火烧身，赶着来划清界限。他强忍着委屈，拼命解释：各位长辈，大家先别急，现在确实是苏氏最艰难的坎儿，咱们都冷静下来，坐下从长计议好不好？苏氏现在根本连1分钱都拿不出，全部资金都砸在了140地块上，外面还欠着供应商一屁股债。呵呵。人群后方突然传来一声极其刺耳的冷笑，只见苏多山缓缓站起身，满眼阴吞：弥天大祸是你自己闯的，凭什么要我们从长计议？你也少跟我套近乎，今天我就是以生意人的身份来退股的，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。苏多山一发话，其他亲戚顿时有了主心骨，立刻跳脚附和：对，别叫我小叔，也别叫我二姑，咱们根本不熟，赶紧拿钱。你谁呀你？赶紧掏钱。看着这一张张丑恶的嘴脸，苏婉月死死咬住牙关。他早就知道这帮人包藏祸心，要是拿不到140地块，他们早晚要造反。只是万万没想到公司刚出一点岔子，他们就连最后一点遮羞布都不要了。他索性心一横，厉声回怼：我没钱，这股份退不了。此话一出，犹如捅了马蜂窝。要是现在拿不到钱，等供应商上门催债，他们全都得跟着赔钱。二姑顿时破口大骂：你个小贱种，没钱是吧？没钱就拿你外面那辆玛莎拉蒂顶账，我要了。小叔更是目露凶光：你的首饰名牌包全归我，赶紧联系中介，把这套别墅低价抛售，再不卖就来不及了。此时你一直双手插兜，静静地站在别墅门口，看着大厅里这出群魔乱舞的闹剧，你不禁无奈摇头。你在心里冷哼一声，看来监狱里那帮老毒物说的还真对，一旦出事，第一批落井下石的绝对是血脉之亲。看在刚才苏婉月掏空家底给你跑路的份上，你决定顺手帮他清理掉这堆垃圾。就在你刚要迈步上前之际，啪，一记极其响亮的耳光骤然炸响。苏春也猛地扬起手，狠狠抽在苏婉月娇嫩的脸上。她正是苏多山的亲生女儿。只见苏春野染着一头黄毛，衣着暴露，满脸写着风骚。他指着苏婉月的鼻子破口大骂：小贱人，能陪徐公子睡觉，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。这女人其实早就嫉妒疯了。从小到大，苏婉月样貌出众，众星捧月，要不是看在苏氏分红的面子上，她早就想动手撕了这张脸。苏婉月捂着红肿的脸颊，彻底被打懵，满眼不可置信：你竟然敢打我！然而苏春野非但不退，反而冷笑连连：打你怎么了？别在这装什么清纯玉女，这些年你背地里陪过的老板还少吗？这次偏偏不陪徐公子，我看你就是存心想拉我们全家陪葬。苏婉月气得浑身发抖，从小到大，她连一根手指头都没被人碰过。她双眼通红，怒火中烧：你少在这满嘴喷粪！我什么时候陪过人？立刻给我道歉！岂料苏春也满脸鄙夷：道歉？做梦！他猛地抡起胳膊对准苏婉月的脸颊，又要狠狠甩下第二巴掌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你眼神一寒，说：你单手如铁钳般探出，死死扣住他的手腕，任凭他如何挣扎都纹丝不动。你目光冰冷，字字珠玑，自己张嘴时下认错。直到此时，这帮乌合之众才注意到你的存在。
众人面面相觑，满眼诧异，这哪冒出来的野小子？要知道苏家不过是个二流末尾的家族，根本不够格参加那些顶级宴会，自然没人认得你的真面目。苏春野顿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泼妇骂街，你他妈算哪根葱？给老娘松手！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还敢命令我？你配吗？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副跳梁小丑的模样，薄唇微起，我叫陆清舟，想弄死我你可以试试。话音刚落，苏春野吓得猛打一个激灵，整个客厅瞬间死寂，所有人齐刷刷倒吸一口凉气。虽然没见过真人，但这3个字在天海市早已如雷贯耳，那可是凶名赫赫的活阎王。就在众人瑟瑟发抖之时，一直缩在角落不敢吭声的苏多海猛然瞪大双眼，他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疯了一样冲向你，双手颤抖，声音激动到变调。陆清舟，你就是当年老爷子给婉月定的娃娃亲，你就是婉月的未婚夫。